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号宣布，将继续延长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豁免期。外交部对此回应称，我们一贯反对搞关税战，关税战没有赢家。而在美国政府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的背景下，华为公司新款手机的发售引发一些美国政客的强烈反应。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6号宣布，进一步延长对352项已经恢复豁免的中国进口商品和77种与新冠防疫相关的中国进口商品的301条款关税豁免期，期限由今年9月30号延至12月31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回应表示，作为原则，我们一贯反对搞关税战。 我们认为关税战没有赢家，美国单方面对华征收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世界。路透社称，352项此前已恢复豁免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泵和电机等工业零部件、部分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自行车和吸尘器。 77项与防疫相关的关税豁免商品，则包括口罩、检查手套和手部消毒湿巾等医疗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补充，此次将关税豁免延期至年底，将允许政府根据法定的4年审查期，对是否继续保留豁免进行进一步审议。 特朗普执政期间，以国家安全之名，援引301条款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尽管多次声称考虑削减对华关税，但迟迟没有采取实质行动，依旧坚持特朗普时期的大部分关税。美政府加征的对华关税早已让美国企业界心怀不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发布报告指出，经调查后发现，特朗普政府对价值超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扬言要让中国付出代价，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其实是美国进口商以及消费者。煤气价格和美国物价随之上涨。彭博社称，这意味着煤气几乎承担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全部成本。8月29号，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中方表达了对美方301关税、对华出口管制、双向投资限制等措施的关切。 雷蒙多返回美国后提到关税问题时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在评估对华关税，看看对华关税是否起了作用。在评估结束前，他预计拜登政府不会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做出任何改变。雷蒙多还称，不是拜登政府实施的对华加征关税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完全没有意义。拜登政府其实他也要有意要 部分的改变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这个不合理关税，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其实可以说是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商界、对他们的这个消费者不利。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美国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特朗普时期的这个对华加征的这个不合理的关税进行4年评估。那现在就是部分的释放这样的信号可能为这个到年底，比如说部分的这个解除 或者是这个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可能是预留的这个空间，或者是释放了某种这样一个信号。而在美国政府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的背景下，华为公司新款手机的发售引发一些美国政客的强烈反应。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6号叫嚣， 美国商务部需终止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出口。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自今年年初成立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中美生存斗争的说法，主导和参与诸多反华议题。加拉格尔是作为共和党这个国会议员，也是著名的这个对华这个鹰派或者说反华派。 那这样的一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这个并不感到奇怪。那一个方面，他是以此来炒作，捞取了这个政治资本；那第二个也借此向这个拜登政府这个施压，让拜登政府在这个科技问题上要继续对中国保持所谓的高压态势。但是他的这个提议能不能变成拜登政府的政策，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还有待观察。 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美国政府此前已对华为和中芯国际实施制裁。对华为和中芯国际施加的贸易限制包括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该规则旨在禁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使用来自美国的技术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
8月30号结束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的雷蒙多返回美国，接受美媒采访时曾表示，负责任地管理中美竞争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他同时声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芯片，但不会向中国出售其最强大、最尖端的芯片。而美国政府执意出台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早已引起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不满。据彭博社7月披露，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公司的 CEO 曾前往华盛顿，与美政府官员和议员举行会谈，警告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损害美国在该行业的领导地位。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约翰·诺伊弗日前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扭转芯片供应链，半导体行业需要中国。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凭一己之力扭转整个供应链，其成本将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实际上，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电动汽车就为中美合作提供了鲜活例证。2023慕尼黑国际车展本周举行，这是欧洲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车展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车展上，比亚迪、赛力斯、小鹏汽车等一些熟悉的中国车企成为车展上的生力军。中国车企不再仅仅是展示、参与、学习，而是明确发出了进军欧洲市场的信号。德国总理舒尔茨9月4号在出席本届车展开幕式上表示，竞争应该激励我们，而不是吓到我们。在清洁能源这一块，我们这个预先的这个布局，这个找准了这个市场的空白，然后通过这个自主创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全球激烈竞争的这个汽车市场上来，这个杀出了一条血路。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战欧洲最大车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也为美国企业提供巨大机遇。9月6号，特斯拉上海工厂实现了汽车产量200万辆的里程碑，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实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特斯拉中国的批发销量为46.4万辆，这意味着特斯拉上半年全球交付量88.9万辆电动车中，超过50%都来自上海超级工厂。同时，进驻上海后，特斯拉有效带动了上海和周边地区新能源车产业链的升级创新。而中美加强合作也符合国际社会期待。9月6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出席印尼第2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必须在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力，这对于两国继续开展对话，在各个层级建立战略互信、争取加强合作至关重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进一步延长对352项已恢复豁免的中国进口商品和77种与新冠防疫相关的中国进口商品的301条款关税豁免期。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呢？其实，对于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拜登政府基本上采取了特规拜随的做法，也就是对于特朗普对华产品加征的关税，拜登一律保留了下来。既没有撤销，也没有增加，因此美方宣布进一步延长部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期，应该是在预期之内。值得我们关注的反而倒是，过去3年来，拜登做的最为积极的，是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行业，对中国的卡脖子动作一度是越卡越紧。但是我相信，一直都在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就算是在高科技领域内，拜登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现了松手的迹象。其典型表现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不仅承诺不会寻求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放松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尤其是部分恢复了被特朗普中断的中美经贸与战略领域的对话机制。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理解拜登的这种反常行为？我个人判断，拜登这样做，一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二是出于民主党的政治利益考虑，三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而不是单纯考虑要放中国一马。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拜登这样做，一切都是为了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在这场大选中一旦落败，不仅拜登自身和民主党要遭到特朗普的清算和报复，而且过去3年来，
拜登精心部署的所有外交战略，包括印太战略、台海战略以及利用俄乌战事拖垮俄罗斯的战略，都将会被特朗普全盘推翻，甚至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都要天翻地覆。在这种情况下，战胜特朗普与共和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拜登、民主党甚至是整个美国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而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首要任务这是要稳定美国与全球经济，使其不发生系统性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其次是要稳定当前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台海局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中美经济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连体婴的情况下，凭美国自身的能力，并不能完全稳定住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形势，还得要稳定住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形势。而且过去的经验证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还往往会引发全球性的政治与安全危机。而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内对中国越来越紧的卡脖子行为，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风险及其产生的后果，同时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拜登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卡脖子行为。这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可过度乐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中国与东盟第26次10+1峰会上表示，中美关系的走向与东盟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会破坏我们所有人数十年以来享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并希望中美在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力。那对此您又如何解读呢？我们知道，早在10多年前，奥巴马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几年前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以来，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就分为了3大派。第一派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跟在美国后面一起遏制中国。日本等国家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派则是见风使舵派，或者说是骑墙派，他们企图利用中美相互博弈的机会左右逢源，在意识形态上倒向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同时又想在经济上从中国捞取好处。第三派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望派。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这一表态，无疑对于东南亚的观望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醒。他等于是非常清晰地告诉了这些国家，过去40年来，全球尤其是东盟所享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都依赖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尤其是依赖于中美关系的稳定。这是地区与全球安定与发展的定海神针。一旦中美关系由竞争对抗走向了直接的冲突，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所有国家就都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轻一点是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重一点则是和平与安定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那些跟在美国后面跟中国打群架的国家会成为中美冲突的直接受害方，那些企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骑墙派的好日子也将到头，而且那些站在一边坐山观虎斗的国家也会被卷进来成为受害方。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东盟峰会才将中美竞争态势及对区域的影响列为了会议的首要议题。这不仅意味着东盟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临近，而且意味着东盟国家正在尝试着要在中美之间劝和促谈。而在我看来，或许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东盟难以承担起化解中美矛盾与纠纷的大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在其中就完全发挥不了作用。我认为相关东盟国家只要做到了这几点：一是不引狼入室，勾引域外大国来介入地区事务与纷争；二是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煽风点火；三是不首鼠两端，企图在中美两边通吃；四是积极与中国合作，尽快制定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这就是对稳定中美关系与地区局势的最大帮助。今天东亚峰会在雅加达召开，
中美俄印日以及东盟等18国领导人参会。那么，关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东盟系列会的最后一天，东亚峰会呢，它是有18个国家出席，这是其中参会规模最大的一场。因为有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的这种背景，那这场峰会可以说是备受外界关注。比如呢，法新社今天就在电稿中特别强调，这是美俄官员2个月来首次同场开会。那上一次呢是在欧洲，也是由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俄罗斯参会。那么当时呢，他遭到了美欧国家的共同的围攻。而全球前2大经济体在会议期间会不会展开互动，也被外界高度关切。法新社就认为，中美在一系列重大议程上竞争与博弈激烈，但是呢，同时也在寻求管控摩擦与紧张关系。那从今天知情人士的参会爆料来看，尽管一些个主要参会国分歧明显，但是呢，会场气氛并不算紧张。那么参会领导人各自表述了本国的立场。目前还没有看到峰会的声明，但是呢，结合这3天的会程进展、各方表述乃至相关国家的场边外交的情况来看，至少有这样几种态势，它是非常清楚明晰的，那么具有中长期的政策影响与意涵。其一就是印尼作为这次的东道国，包括印尼背后的东盟，那么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与政策独立性，坚决对选边站队说不，对新冷战说不。印尼总统佐科在系列会议首场就着力指出，未来挑战会更加严峻。那么东盟不做任何大国争取世界影响力的代理人，这是东盟共识。东盟要成为合作的领域。今天呢，佐科总统在开场致辞中再次重申，希望与会的领导人能够将东亚峰会作为推动合作而不是激化竞争的论坛平台。那么其二就是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他们的立场目标与政策诉求同中方可以说是高度契合的。李强作为大国总理首次出席东盟系列会，他昨天在10+3会议上大声疾呼，关键是要正视问题，消除误解，管控分歧，反对选边站队，反对集团对抗，反对新冷战，妥善处理国家间的分歧争端。那么可以说，这代表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呼声，也是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实现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今天开向印尼公众做免费试运营的雅万高铁，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合作的最佳实践。那么第三，寻找区内代理人，鼓动集团对抗、搞选边站队的大国折腾，也并没有消停。今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菲律宾总统场边互动，那么美方发出的声明也是在大打安全牌，在拿军事同盟和印太自由开放来说事儿。那当然了，接下来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周末美国总统拜登将会访问越南，他呢在访问期间又将会有哪些个搅局的动作？今天，李强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进行了场边会见。阿尔巴尼斯主动释放了将在今年稍晚时访华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已回应确认。那您对此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中澳总理在雅加达会晤是在上午，那么阿尔巴尼斯第一时间就向媒体证实了访问消息。澳方显然把它看作是一项外交成果，希望尽快对外传播。那么虽然中方今天发布的会见稿并没有提到访问邀请，但是呢，明确中方愿意同澳方抓紧重启和恢复各领域的交流，继续推进外交、经贸、教育、领事等领域的机制性的对话磋商。当然了，今天毛林确认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应邀访华，就此呢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阿尔巴尼斯今天谈到和李强总理的会见，他用了2个英文词 frank、constructive， 坦率、建设性。那么这也是对澳中关系基本面持续改善的再确认。虽然两国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呢，已经不构成阻碍中澳对话交流的重大障碍。阿尔巴尼斯他没有明确谈到访问中国的刑期，但是呢，他声称连累访华将会要纪念工党总理，也就是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当初呢，惠特拉姆是澳大利亚总理破冰访华的第一人，于1973年11月访问北京。那么这也在暗示，同为工党总理的阿尔巴尼斯，他连累访华呢，应该是在此前后。那么中澳总理在雅加达会见的同一天，
中澳另一场中断3年的高级别的2轨对话也在北京重启。中国前外长李肇星今天在对话会上表示，中澳都应该严肃思考，能够从对话被迫中断3年来悟到些什么。李肇星就告诉澳方对话代表前贸易部长克莱格·埃默森，中澳关系能不能改善，并且呢能不能进一步发展，这取决于两国能不能正确的认知对方。路透社就特别注意到了澳方对话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虽然高级别对话并没有现职的正式官员参加，那么澳大利亚目前呢有工党执政，但是呢代表团也纳入了前自由党的总理比肖普，那么彰显改善对华关系，现在是澳洲2大重党的跨党派的共识与共同努力。我想这实际上也是在2轨的层面对中澳关系改善动能的再确认。据新华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与李强总理进行了会见。今天毛宁也证实，昨天李强应约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简短会谈。那您对此又有哪些观察呢？英国路透社今天发自首尔的电稿报道中韩领导人的场边接触，但是呢，电稿导语同样指出，就在这次会见前几小时，尹锡悦还在追随美方，大肆拿南海所谓基于准则的海洋秩序来说事儿。所以这也是东北亚外交博弈的复杂性所在。从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日本在核污水排放这一外部世界重大关切议程上，寻求沟通对话的诚意与努力都是有明显不足的，甚至呢，日方还有倒打一耙的言行挑衅，那么这更加会制造压力，加剧对立。毛宁今天就披露，李强总理在简短交谈以及会议发言中，再次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明中方立场，强调日方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以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置核污染水。而按照日本媒体的爆料呢，岸田寻求与中方沟通，虽然他在谈的是核污水，但是呢，他并不是真正担心这样一个议程，而是唯恐中方将它作为向日本施压的一个杠杆工具。日本外务省宣布，岸田在与中方简短对话中反复强调日方数据发布快速透明，那么从科学角度看没有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在我看来，日方这些个托词并不足以回应外部世界的重要关切。7号上午，第18届东亚峰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尹锡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到场参会。李强表示，近几十年来，东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把握住时代机遇，坚定走上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正道坦途，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深知发展之不易、开放之必要、和平之珍贵，也切身体会到团结则兴、分裂则衰的道理。李强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东亚峰会应继续坚持自身定位，为实现地区长期稳定和持久繁荣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更好发挥促进发展作用，激发区域增长活力；二是更好发挥战略对话作用，增进各方相知互信；三是更好发挥东盟主导作用，共促包容互利合作。李强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希望域外国家充分尊重地区国家为商谈南海规则、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做出的努力。海洋污染影响深远，要以对历史、对人类负责的态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守护地球的蓝色心脏。与会领导人表示，和平稳定是通向发展繁荣的关键，地区国家应当践行多边主义，加强建设性对话，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打造地区合作平台和增长中心，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东亚峰会关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作为增长中心的领导人声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向深圳卫视表示，此份联合声明意义重大，在多领域达成34项重要共识，有利于东亚地区未来合作发展繁荣。外界也注意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俄罗斯两国首次在多边场合就一份文件达成一致。
这次东亚峰会能够达成最后有一个联合声明，还是有点稍微令人有点意外的。东亚峰会它实际上虽然在整个系列峰会当中分量是最重的，因为它集合了中美俄日澳等大国，但实际上各方的这个分歧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去年，实际上东亚峰会就没有形成联合声明，今年能够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实际上是确保了东亚峰会这个机制能够继续存活的这个一个重要保障，而且对于未来整个本地区的一个这种对话、地区秩序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影响还会持续发酵的。6号，新华社发布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合作倡议清单。就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提出39项内容，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印太展望互利合作，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等一系列务实合作内容。东盟峰会它会形成一个东盟的共识，我们看到的今年的这个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但是核心就是聚焦于东盟的这个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10+1的会议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和东盟合作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形成的合作的意向是最多的，也是最务实的，包括一些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啊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包括像新能源或者包括一些我看到有光伏的合作，所以你会看到10+1是以完全的合作为主，那么10+3会谈到安全与合作的问题。那么今年李强总理专门提出了要求同化异，就要对不同的观点能够把它化解，能够实现本地区一个安宁和合作。我觉得这一点的说法还是比较有创新性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李强与东盟多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6号下午，李强在雅加达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李强表示，中柬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化，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是柬埔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柬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洪马奈表示，柬中建交65年来，两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是柬埔寨的好朋友和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柬新政府将继续坚持柬中关系的原则和框架，在洪森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共同构建的双边友好关系基础上，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6号下午，李强还考察了中印尼合作项目雅万高铁，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交通部长布迪陪同考察。李强抵达哈利姆高铁站时，受到中印尼两国员工热烈欢迎。李强听取了雅万高铁建设情况汇报，对两国建设者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赞赏。李强指出，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是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亲自关心推动的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不仅承载着印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地区发展中国家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精心做好各项准备，确保高铁高标准开通、高质量运营，为印尼和地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持久动力。李强随后视察雅万高铁，并考察了卡拉旺站站台建设情况。他表示，高铁铺就的是一条融合之路、开放之路、共富之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还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沿线经济发展赋能。中方愿同印尼分享成熟经验，共同做好高铁兴业兴城这篇大文章。李强指出，中印尼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双方要再接再厉，继续在本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领跑，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繁荣贡献力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万隆，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通车后，从雅加达到万隆的出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雅万高铁将成为全面服务印尼人民的
的发展之路、民生之路、共赢之路。The very purpose of BRI is to enhance the connectivity in order to promote development, common development. So if that was just driven by China's own selfish pursuits or geopolitical ambitions, attempts, as described by some Western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you can't explain why in the past 10 year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get on board. 雅万高铁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对于未来中国印尼合作，还有“一带一路”的在东南亚的推进，都会起一个非常正面的示范的效应。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第7次中澳高级别对话也于同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两国3年多来首次重启上述机制。中澳两国间高级别、高层次的互动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报道。李强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方愿同澳方抓紧重启和恢复各领域交流，继续推进外交、经贸、教育、领事等领域的机制性对话磋商，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希望澳方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经营采取客观公正态度。亚太地区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家园，中方愿与澳方一道努力，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阿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十分重要，澳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推进对话交流，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往，妥善管控分歧，构建稳定和建设性的澳中关系，造福两国人民。澳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在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应李强总理的邀请访华，愿意同澳方共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第7次中澳高级别对话7号上午在北京举行，这是2020年以来两国的首次高级别对话。澳大利亚代表团由18名成员组成，涉及高等教育、旅游、交通、文化和媒体等多个领域。澳方由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埃默森率队，前外交部长毕晓普及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也与会。中方代表团则由前外交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兆兴率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等中方外交学术各界代表现场参与了对话。环球时报社评认为，澳方代表团规模的庞大，在此前是不多见的。代表团由澳大利亚两党联合组成，显示澳两党对本次对话的政治支持。代表团成员来自企业、政府、学术和媒体等领域，且都是熟悉中澳关系的人士。这是中澳两国3年多来首次重启上述机制。澳外长黄英贤表示，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首次举行高级别对话，代表在加强双边交流和稳定两关系上又前进了一步。据了解，双方围绕贸易与投资、民间联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建设性讨论。首先，中澳高级别对话会的重启本身就是中澳关系改善和回暖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其次呢，中澳高级别对话会它囊括了包括政界、学界和商界各个领域。那么举行这样的对话会呢，有利于增进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接下来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重回正轨和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这个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去年5月，澳工党政府上台后，与将反华作为政策标签的前任政府不同，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发展问题上，注重以对话沟通来处理对华关系。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巴厘岛成功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时隔6年来首次正式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框定方向、奠定基调。之后，两国部长级的对话和互访逐渐恢复。调整对华外交、改善对华关系呢，是工党政府上台以来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自工党去年上台以来，我们也看到，就是中澳关系确实在工党上来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工党在处理对华关系方式也比联盟党要成熟很多。那么呢，对于工党政府来说，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个工党在对华关系上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本身是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也是向国内这个显示工党有能力，然后有智慧处理好对华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澳大利亚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其后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今年以来，中澳在经贸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开展了各层级沟通交流，推动解决双方关注的重点经贸问题，受到两国各界普遍欢迎。据中方统计，今年的1到7月，中澳贸易达到了1345亿美元，同比增长5.4%。中方欢迎中澳各界加强沟通对话，着眼于中澳经贸合作的长远发展，本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解决彼此的经贸关切，推动中澳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时隔3年，中澳高级别对话机制再度重启，外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澳关系进一步回暖，而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澳关系中的重要话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新任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澳经济高度互补，开展互利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事实上，近年来，中澳双方都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息。中国商务部在今年8月初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的惩罚性关税，也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进步。分析认为，中澳两国经济合作不仅限于矿产、农产品、水产品等传统领域，还有很多应对新变局的合作领域，如气候变化、绿色低碳、新能源等。同时，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采取更为积极自信的外交姿态，不仅有助于中澳关系的改善，也利于降低澳国内反华势力的调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追随美国，中澳关系潜在的紧张元素并未消失。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团辉分析认为，盲目追随美国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求同存异是中澳50年来关系发展的经验，差异和分歧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其次，过去几年呢，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出现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方面把中国当作威胁甚至对手，那么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了错误的对华政策，在事事紧跟美国，那么导致中澳关系不断恶化。我相信澳大利亚方面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就是盲目追随美国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中澳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求同存异。